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的最后一堂课。然后首先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为了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下定决心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听今天的课，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听今天的这堂课。那这个课我们就是今天讲的是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最后一个修法最后一堂课。那么昨天我们也讲过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的这个课之前讲过很多很多次。除了这个慧灯禅修的这个课程以外，我们平时也讲过很多次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那么这些菩提心的修法我们这个慧灯禅修也学这个的时候也可以听也应该听这些内容呢大部分都是一样但是呢，因为每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呢也不是完全从头到尾都是一样，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书或者是课都要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的话，那每一次听的时候有可能有不一样的这个收获还有我们看这个佛教的书要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的时候呢，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收获这个跟这个诵经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诵金刚经或者是心经每一天都在诵经，但是呢除了这个诵经的功德以外这个功德以外就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学习呢就是不一样的，学习就不一样了学习我们每一次学的时候就有这个不一样的不同的收获。所以我们把之前讲过的这些关于这个菩提心的这些修法大家都要好好的去听还有一个是这个我们修完了菩提心以后呢，到时候大家可以收这个菩萨戒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皈依戒、居士戒还有就是八关斋戒除了这些戒以外呢，从来都没有收过这个菩萨戒。为什么没有受菩萨戒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条件不成熟，这个机缘不成熟。所谓的机缘不成熟，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多数的这个菩提心不一定达到了这个标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受个这个菩萨戒，那这是一个形式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这个菩萨戒。那现在修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就不一样以后就不一样了。有了菩提心的话，到时候我们受这个菩萨戒，然后就会得到这个很真实的这个这个菩萨戒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会考虑受这个菩萨戒这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无家心的现在我们这个发菩提心呢，就是无家心的第二无家心第二。那这个我们半年以后呢下一次讲这个慧灯禅修的这个课的时候呢就是要开始讲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了。那么金刚萨埵的修法呢需要观定需要观定。那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都应该是已经有了这个灌顶，而且很多人都有灌了很多的顶但是呢，也许有些个别的人呢还没有灌过顶的那没有灌过顶的话，那大家自己准备好，我们就是这个想办法受这个灌顶但是呢。我们之前也讲过首先我们灌顶的时候首先必须要学密宗的14条根本戒，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呢，再看这个如何受灌顶这个那个有书有视频然后这个必须要看。还有一个就是金刚上师与灌顶慧灯之光里面都有，这些都要学这些都要学。然后这些学完了以后呢然后自己想办法找地方这个灌顶那这个灌了顶以后呢，就可以修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同时大家也要了解一下这个菩萨戒菩萨戒慧灯之光有这个菩萨戒，有讲菩萨戒，那大家也要好好学，因为我们到时候这个受菩萨戒的时候呢这个之前大家要明白什么是菩萨戒，然后呢受了菩萨戒以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菩萨戒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些都要学好这都是我们的下一步的这个准备就是现在就开始慢慢的大家这个做好准备。然后我们的这个私家性的这个课程呢基本上都没有太多的要求，很简单然后就是再往后的话这个课程的要求呢可能也就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家做好准备就是要做好这个基础的，比如说出离心菩提心等等，以及我们这个当中就是安排的这些课程这些功课大家要做好如果这些基础没有做好的话，到时候就是我们就不一定有什么收获，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现目前需要做的准备就是就这几个一个就是灌顶另外一个呢，大家要学习菩萨戒准备受菩萨戒就目前就是这些了。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今天的课今天的课这个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无家心，有念诵这大家这个开显解脱道开显解脱道当中的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四句发菩提心的这个四句呢到时候我们要念这个和知识的什加入这几句相亲说的吞了结巴达大家看见如果这些是拉面相亲说的sem结多就这个四句这个要念10万遍这个要念10万遍。但是这个念10万遍呢这个数字是我们必须要念完但是这个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就是要有菩提心。但是无家心当中这些念诵也要完成这个不难这个四句就是念10万遍也不是很难主要的这些呢，我们这些念诵呢平时全部就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在大桌上念，那么桌上就大家好好修菩提心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念那其他的呢我们可以在其他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念要念完10万遍10万遍，然后最后1万呢就是作为这个补充一共是11万遍，这个每一个家心都是这样子这个数量我们一定要完成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这个数量就是质量这个大家也应该是明白的
这些我们要做好准备，这些都是下一步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就讲今天的课那今天的课呢，我们在讲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发菩提心的这个巧诀巧诀就是七种因果巧诀或者是诀窍，都是一个意思七种因果，应该这个有7个不同的因果。那么这个当中呢，第一个我们昨天有讲过了，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知母知母。那知母，我们首先观想自己的母亲，然后母亲这一世当中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亲生的母亲，这个不需要修，这大家都很明白的。主要就是母亲不仅仅是这一世是我的母亲，而且是在这个生生世世就是从无始以来做过很多很多次的母亲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换另外一个陌生的人然后呢再换这个我们平时不太喜欢的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些人我们不喜欢的人和陌生人，虽然这一生当然不是我们的母亲但是呢上一世呢他们呢也就是跟我们的母亲是一样那这个轮回呢确实是就像就是演戏是一模一样的演戏，一个演员明星大腕他们呢经常都在不同的戏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我们出现的时候，就是以不同的这个角色出现。有些时候呢，他们是以我们的父母的角色有些时候呢是我们的仇人的角色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儿女的角色，就不同的这个角色，不同的在换，不同的换。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自己也就是不同的不断的在这个换这个角色一直都是这样子。那轮回当中其实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仇人和真正的这个亲人，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反复我们普通的人的话，我们的人生观就不知道前后，我们只知道中间的这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这个亲人或者仇人，全部是以我们的现在的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这个阶段来确定谁是我们的仇人，谁是我们的亲人，这样子。但是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的这个仇人那么过去呢就是我们的亲人，未来也会是我们的亲人然后这个现实的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扮演我们的仇人的角色的这个终生，那么他下一次呢再扮演我们父母的角色，曾经也就扮演过我们的父母的角色。所以这个轮回呢真的是这个演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死了以后呢，在一般的人都是一样一般的这个胎生就是在孕期的时候呢，就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当中，或者是尤其是这个前早期的时候呢，就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昏迷的这个状态当中昏迷的状态。然后呢，我们也完全就换了一个身体，就是换了整个的大脑，整个的气脉明点全部都换了重新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身体。所以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们的很多的过去的这些记忆过去的记忆都失去了，在这个当中失去了很多很多的记忆，很多的回忆就是在这个转换这个身体的过程，尤其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昏迷长时间的这个昏迷，把我们的很多的记忆都抹掉了所以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曾经是谁啊？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佛就是以佛的神通就明白明白了以后呢，佛就树立了一个跟世俗的人截然不同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观然后把我们的视野打开了成千上万倍成千上万倍，我们平时就看到的就这么一点然后佛就让我们看到前面后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视野就是比以前的就开阔几十万倍几千万倍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就知道原来这个亲人仇人等等，这些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就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的一个角色而已这个角色随时都有可能会换掉另外的角色比如说人如果是没有换这个身体的话，也是比如说有些很好的朋友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仇人然后呢仇人也就有可能一夜间变成了这个亲人，这些都有可能，但是主要的这个身体轮回当中，这个身体换了一个身体，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完全是这个就是换了一个角色，实际上这个就是换了一个角色而已这个我们包括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在这个变化，不断的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那么其他的生命呢，也是这样子的无数的这个角色换来换去。这个当中呢，确实是要找到一个永远的敌人，永远的仇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永远的亲人也是没有办法找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就是要培养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所有众生曾经是我们这个做过我们的父母，从这个方面去思考做过我们的仇人敌人等等，这个就不需要去思考，因为我们要培养这个慈悲心。实际上呢当然也是有的实际上任何比如说我们也就变成了所有人的仇人，所有人呢也就曾经变成过我们的这个仇人相互之间都是这样子。轮回呢就是一个短暂，一个非常非常短暂，我们最好不要这么一个短暂的这个时间来确定就是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仇人就是这个轮回就是不一定的这个我们曾经的这些佛经里面呢也讲过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道理，这个确实是有非常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逻辑然后就是说就是纯粹就是属于信仰那么这种观点是平时让我们接受，那很难接受很难接受。但是呢，轮回这个概念不是这样子，轮回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所有的众生都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样扮演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就像一个演员一样的就像演员是一模一样，演员就是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电影、各种各样的电视剧当中，这个角色就是换来换去的。那轮回也是这样子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是我们心里想出来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动物他曾经一定是肯定是做过我们的这个父母，这一点是完全是可以肯定的。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把这个首先是母亲然后是其他的人
比如说先是母亲，然后是父亲，然后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亲戚啊，然后呢就是陌生的人，最后就是我们平时不太喜欢的人啊。昨天我们有些师兄也就提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有些人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坏啊，那我们现在直接把他当做我的母亲来看，那这个当然是有很大的难度啊，有很大的难度。也许理论上我们知道他曾经也是我们的这个也曾经也做过我们的这个父母，这理论上知道，但是呢这个道理是明白的，但是让我们怎么去接受这个有难度。这当然是有难度，就是因为有难度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修要去修。如果就是只是光是理论上知道就可以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个修那闻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通过闻和思就解决这个问题了理论上知道了，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么各种各样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像我父母这么去看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比如说修了1年，修了2年，能不能做到也不好说也不好受，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面努力首先是理论上要明白这个我现在这么去思考，这么去思维理论上是对的理论上是对的，这个不是我自己安慰自己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安慰，也不是一种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就是这么去想也不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这个呢理论上先明白，然后明白了以后呢就逐步的去修至少我想我们几个月过去了以后呢，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去这么想这么去思考过的时候和有几个月修了以后的这个之间肯定是有一定的变化那有变化，这个就是我们的收获这就是我们修菩提心的这个结果和成果这个是我们的成果。那么只要有成果就可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这可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也有一点点关系，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花了多少时间下了多大的功夫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大家就是我们往这个方面努力能够努力这个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希望大家要努力这就是知母这个已经讲过了，昨天已经讲过了。然后第二就是念恩我们确定曾经所有众生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这个观念确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个芸众生当中，就是我们就像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众生去思维他曾经对我的这种恩德这个是不难因为首先已经确定了他曾经是做过我的母亲那么曾经做过母亲，那当然是有恩德的这个母爱就不仅仅是人类不仅仅是人类，动物包括动物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不是很难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先去这个念恩回忆就是去思维母亲对我们的这种恩德那么恩德呢，在佛经里面就分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母亲给予我们这个现在的身体肉体也是母亲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没有我们现在的母亲，就是没有我们的这个肉体，连这肉体都不可能有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上一世死了以后就是在中阴的时候，到了中阴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也学过在中阴的时候，就是人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都是没有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这个肉体那么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中阴的这个生命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身体希望得到一个这个身体。他中阴神是有身体的，但是这个身体呢平时都是像梦里面的这个身体一样，就是靠不住的这样子的身体，所以他就希望拥有一个现在就像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身体。但是呢，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因缘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投胎所以是非常痛苦的特别特别希望得到肉体，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身体但是呢就是一直都得不到，所以就是特别的痛苦那么这样子非常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遇到了我们的现在的母亲母亲是我们的过去就是跟我们有这样子的善缘有这样子的因缘，有了这样子的因缘，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投生。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阿难入胎阿难入胎经，这个当中就讲了这个介绍了这个入胎不是想入胎就能够入胎入胎就是要具备很多很多的条件。那么其中一个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的母亲跟我们的这种因缘没有这种因缘的话，那是没办法这个投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母亲跟我们有这个因缘，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身体，所以呢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等于就是母亲赐给我们的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赐给生命赐给生命。赐给生命的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虽然人是活着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母亲不保护我们的话，那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母亲不怎么保护的话，他们也可以自己这个生命力很强，生存的能力很强的，很多动物都是这样。人就不一样，人类不一样，如果这个时候母亲没有保护我们的话那就是活不了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了母亲就是不让我们死去就是把母亲保护我们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有机会继续生存那这个时候我们曾经也就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记载不仅仅是比如正常的人就是比如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孩，比如说是过去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现在的这些医疗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这个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健康不健康，这都是没办法知道的小孩是不是健康的，这都没办法知道的生下来了以后呢才知道。生下来了以后呢就是比如说他身体不健康而且这个就是一个不仅仅是身体不健康，而且这个就是从外人的眼里看，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这样子的这个胎儿生下来了以后呢，其他的人都说这个胎儿不要扔到粪坑里面去，但是呢母亲死活就是不同意不管是什么样的，她就是要把它保护起来这个就是要养育这个母爱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自己做过母亲的大家是非常清楚了，其他人讲这是没有办法表达的，讲是讲不出来的所以母爱就是天下除了佛菩萨的这个爱是非常的伟大的非常伟大。但是一个普通的，作为一个普通的作为一个凡夫所有的比如说我执烦恼
啊，这些都是存在的。然后就是有欲望、有恐惧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反复的众生当中的这个爱没有一个是比这个母爱更加的伟大的更加伟大的。所以这个母爱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人当中这样子的普通的人当中，最伟大的最伟大的这个最了不起的这个爱，就是这个母爱所以呢，我们要用语言来讲真的是不仅仅是佛菩萨的境界，佛菩萨的慈悲，我们不能表达不仅仅是这个母爱，也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这个我们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喜欢自己的小孩那么过去的话像过去的话呢，很多父母比现在有可能更加的爱自己的这个儿女因为这个现在的话就是受到了一些现代的人的一些这个价值观或者观念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种非常单纯、非常这个纯洁的这个纯真的这个爱感情也就是有一点点变化变化呢，过去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但是呢，到现在也就我们可以讲，比如说自己做过父母的尤其是做过母亲的怎么样爱自己的这个儿女那么我们的父母也就是这样子爱，或者是比这个还要爱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母爱，是语言讲是讲不出来的，只是简单的表达一下而已那么这个因为有这样子的爱，所以呢生下来的这个小孩别人看来就是非常不吉利的不仅仅是不健康就是不吉利这样子的这个胎儿婴儿那母亲都一定要保护这样子。所以他那这个更何况是一个正常的婴儿健康的婴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母亲的保护，我们就生存下来了。所以呢，这个生命也是母亲赐给我们的第三个恩德呢。然后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我们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老师不是我们的学校里面的老师这都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母亲然后呢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吃饭，怎么样走路等等等等这全都是这个母亲一个一个教。所以这个就是世俗的第一位老师也就是母亲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他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以及他学到的这些技术他的技术那么这些都是他的，这些都是还不是他的这个，这是他的知识而已就是一个知识而已。那么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底深处的也就是成为我们的性格就是内心深处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从母亲学来的从母亲学来的。所以呢世俗的这个最优秀的老师也是母亲这个叫做教时间的这些东西这是第三。第四，然后我们就这么一个中阴身的一个生命然后呢就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的成员当中一个人都不认识一个人都不认识，这些人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就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家庭，然后自己手里1分钱都没有就是1分钱都没有带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
这一生啊。那个时候我们平时也都在讲，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知识啊，然后呢连吃饭走路都不会啊，还有我们手里没有一分钱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母亲就是给予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方面的一切这现在也是我们比如说养一个小孩有多么的这个不容易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教育生活各方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父母就是为了自己的儿女就是付出了多少这个我们现在都看得出来的。那么以过去我们的父母呢，也就是对我们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些都是一个框架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第五个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学佛来修心，我们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暇满的人生那当然也是跟母亲有关系如果没有母亲呢，我们哪来的暇满的人生所以呢父母呢真的是这个天下对我们最有恩德的人。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感情，也许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会淡薄会暂时会忘掉，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在另外一个这个感情上，就是受到了挫折失败了，这个感情根本就不存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回头还看到父母的这个感情还在，它永远都是在到死为止都是存在的另外除了父母的这种尤其是除了母亲的这种感情以外的其他的这些感情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条件的，都是在某种条件下产生的。那么没有这些条件以后呢，这感情是不存在的。那父母的感情，尤其是母爱，是没有任何的条件到死为止永远都是存在，真实存在的最纯洁、最单纯纯真的这个爱那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佛菩萨的这个大悲心以外，作为一个世俗人那做到这个就是已经是极限了母爱就是世俗的这个爱已经达到了极限，其余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一时冲动在某种条件下产生的一些冲动不是一个真实的爱当然也不能说这样全部否定，但是呢多数都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讲母爱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呢，这个母爱就是这么的纯真这么伟大然后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这个感情把母亲也忘了，家里人也就忘了但是呢这些感情就我们刚才讲，这就是有条件，这个条件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情也就不存在那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母爱它是无条件的，这个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周围，看不见谁关心我都看不见，没有人关心的没有人爱我们，没有人帮助我。但是呢我们回头一看，父母母亲照样的爱我们，照样的关心我们。如果他有能力的话，这个时候唯一就是唯一站出来无条件的帮助我们，还是是我们的母亲就是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连饭都不能吃的时候呢，母亲就这么爱那最后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无条件的爱我们的也是母亲也是母亲。所以这些是没有办法，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这个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去感受只有感受。当然我们现在有些家庭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小时候呢，父母
跟儿女的这个感情不是很好，所以呢，长大了以后呢，对父母的这个感恩的心没有这种感恩心的这种这样子也有但是呢，这些都是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因为父母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前世的原因。为什么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女？为什么你的母亲就没有呢？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你就为什么没有得到母爱呢？那这个是不是全部都是母亲或者是别人的原因？也不一定。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发觉到的一些问题，有可能是我们过去就是对自己的儿女是这样子的对待所以呢，现在就是轮到自己，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大家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对母亲都没有这样子的感恩的心，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真的是没有感恩心了，真的是不可能。对其他人呢，很难很难。除了非常非常的特殊的情况，就是也有比如说父母跟儿女从小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仇人有这样子，这个都是有可能是上一世上一世。特别这个上一世这个的仇人相互之间特别狠的这样子的仇人，因为是因各种的原因这一世投生，那也有这个特别特殊的非常特殊的例子，也会有的也会有。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呢可能是这个都是这个母爱是最伟大的，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对父母都没有这种感恩的心的话，那我们要对这个什么社会对其他的人呢，那就更难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去思维这个母亲对我们的恩德，主要是5个方面那5个方面这5个其实就是一个大纲在每一个上面呢，我们再可以深入的去思考，尤其是我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母亲怎么样无条件的付出爱无条件的付出一切，那么这些我们要深入的去这个思考，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都有很多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我们没有办法讲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我们自己去思考那母亲对我们的恩德这样子。那这个深入的去思考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母亲对我们的这个恩德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比如说平时对母亲的这种感恩的心感情比较单薄的平时都不怎么去关心的，来往也就比较少的那这种人，然后呢我们去通过这个思考然后立即就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母亲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有恩的这个是完全是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们对母亲这样子以后呢有了这种感恩的心以后，然后下一步这个成功了以后所谓的成功是什么呢？比如说有2种情况一个是我们本来就是对母亲有这个感恩之心但是呢平时因为我们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也没有时间整天去想这个事情，所以呢有很多东西呢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慢慢的忘掉了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大作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然后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的这个付出很多不可以忘掉的不能忘掉的，不应该忘掉的，这些有可能这个时候大作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回忆起来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本来也有感恩的心，那么现在更加的
有这个感恩之心这也是一个这个成功这叫做成功。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讲了非常非常特殊的例子就是平时呢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不是很好，尤其是就自己认为小时候父母没有给我应该给的我就是没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这个母爱然后有这样就这个对母亲就是有不满的这种情绪的人也就是通过这样子思维的话，那也就是重新认识到母亲还是对我们有恩德的小时候比如说母亲跟儿女之间发生了一切不开心的事情的话，那这个也不完全是因为母亲的原因，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整体上讲母亲还是对我们是有恩德，那么这样子深深的体会到重新产生了这个感恩的心，那这个也叫做成功，这两个都叫做成功这都叫做修成修成了。那修成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换另外一个人换另外一个人什么呢？父亲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等等然后最后呢就是陌生人陌生人就是一个陌生人他对这一生当中他对我无利无害没有任何的利害的关系但是呢这是我们这是在这一生当中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一个在拍一部戏的时候呢，在这部戏里面这个演员他没有扮演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但是呢这一部戏里面没有扮演，但是呢也不一定，这个就是不一定在其他的戏里面呢没有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其他的戏里面是有的然后这一部戏里面他没有扮演我母亲的角色，也就不等于他未来的其他的戏当中就不会这个扮演母亲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个道理是完全是一样。所以我们轮回的这个当中就是大家都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么流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一个陌生人，他这一次当中我们大家在演这一生这么几十年的这个戏这个当中他就是没有扮演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其他的这个亲人，但是这个就不能说明他上一世也不是也不能说明他未来也不会都不能说明所以呢他上一世呢肯定是这个曾经做过我的母亲。那么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那跟我现在的母亲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凡是母亲和母亲都是有母爱，凡是母爱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最伟大的爱那么曾经他也给我付出过这样子的爱他也给我付出过很多很多的他也保护过我等等。那么就是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最后确实是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人生观确实是非常的有局限性这么一个短暂的鼠目寸光的这个人生观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烦恼和愚昧让我们活得特别的累活得特别的辛苦然后我们把这个过去的未来的这全部都忘掉了，只看现在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然后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用这些事情来衡量谁是我的仇人，谁是我的亲人过去未来什么都不看这个就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逻辑这样子一个非常的愚昧的非常愚昧的想法
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把过去现在全部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了解一下，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呢都是彼此之间生生世世都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没有一个永远的这个固定的亲人仇人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培养这个慈悲心这个时候呢，我们往这些众生曾经做我们的父母的，往这个方面去考虑，往这个方面去思考这样子对我们有利。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样子逐渐的就对陌生人呢也有一些感情，然后呢，这些陌生人对我们的眼里也就变得比较可爱的昨天我们讲了第一步，我们要达到所有众生在我们眼里就变得可爱至少没有特别不喜欢的、特别讨厌的人要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目标，这是我们的第一步这个做到了以后呢然后再换一个这个平时我们都不太喜欢的这样子的人这种人平时我们都认为是特别坏的这样子的人，那么对这个人我们也就进行这个思维他现在是很坏他现在就是对我不好但是呢他曾经也不是这样子对我他曾经是不是这样子对我，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愚昧，我们两个都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样子如果对我特别特别不好的这个人他如果能够回忆起过去我们是这个父母儿女的那个时候的情况他如果能够回忆的话，那他会这样子对我吗？绝对是不会的不会的他立即他那个时候立即就会关心我们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就忘掉了然后呢这些对我们不太好的人对我们不好的人，那么他也就是忘掉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都忘掉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生不起这样子的生不起这样子的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去思考这个过去的，然后就是思考这个未来的，这些都思考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慈悲心这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讲了比如说我们平时认为是非常坏的这样子的人，对我特别不好的人，那他也就是因为他忘掉了过去他忘掉了这个过去。如果他能够回忆曾经是祖国，曾经我们是父母儿女这个时候的这些情节，那么他一下子就是会对我们非常的好把所有的这个仇恨所有的抱怨一下子就会放下肯定是这样子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平时佛经里面呢讲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愚昧就是无明因为这个无明就让我们忘掉了很多东西这样子以后，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很多事情现在也记得很清楚的话，那就我们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这三观都肯定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因为我们忘掉了以后呢就把所有的忘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以现在的就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来衡量这就是最大的错误了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视野要大开一点宽阔一点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
这个对所有众生啊，比如说在怀的人啊，在怀的人，对他们也能够能够这个发慈悲心啊，这样子。好，这是最后一个了啊。我们对这个平时我们对不太喜欢的人，能够这个发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成功了啊，这时候就成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刚才是一个就是把一个一个的这个众生比如说先是母亲，然后是陌生人，然后就是这个不喜欢的人那现在呢，把一群一群的人或者是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把一起观想一起观想在我们的前面，把所有众生一起观想我们的前面，然后呢，对这些所有众生对所有的众生，然后就修这个慈悲心。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对所有众生有这个知母然后就是念恩这些都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成功了，这叫做修成了但是这些都是标准比较高的我们不一定一时就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标准我们不一定能够几个月就把所有众生就能够当做自己的父母这样子看，这个是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当中至少我们对所有的众生有慈悲心有慈悲心。这个标准虽然没有达到像现实的父母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得乐这种想法比较强烈。那这样子的话，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菩提心的基础那其余的这些我们要一步一步的逐步的这个目标，逐步的就应该可以达得到，最后都可以做到的。只要如果自己不放弃的话能坚持下来的话是没问题的这是知母念恩。然后第三个就是报恩第三个就是报恩。那么报恩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只是知道都是我们的父母，然后也知道这个父母对我们有恩的，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报恩的这个决心没有这个决心的话，那前面的这个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必须要有报恩的这个心。第三就是报恩那报恩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这个思维呢就是要去思维过去这些众生对我们付出了很多那么但是这些众生这些人呢，因为过去对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母亲，他们当我们的母亲的时候，就是为了养育我们，也就造了很多很多的业那么这个业就让他会多恶趣当然也不是说他多恶趣的全部的这个业都是为了我，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这些这个所有众生曾经当我的母亲当我的父母的时候呢，他们那肯定是为了我，为了养育我，也造了很多的这个业那么这个业也就让他们受很多很多的这个苦，受很多的痛苦那现在就在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众生除了懂得修心的人以外人类也是一样除了懂得修心的人以外，这些其他的所有的生命，他们呢是不懂怎么样去学习修心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了脱生死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这个解脱，他们这些都不知道那么所以他们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他们没有机会学佛，他们没有机会修心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
解决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动物动物的话就是它没有，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撵一只轴都没有办法做到没办法做到，不能做任何的善事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没有这个机会而我们有我们就有这个机会了有这个机会。如果我这一生当中呢稍微努力一点，稍微用功一点，稍微认真一点的话，那确实是有机会我可以报答这个恩我有这个机会，而这些众生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些众生呢，就是因为过去为了我们就是为了我们造了很多的业，为我们造了很多业，现在就是这么的这个痛苦或者愚昧这样子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我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报答一定要报恩我这一生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千万不能错过，我一定要这个报恩要下这样子的决心这个很重要。那前面的这个知母念恩这个修的比较好思考的比较好的话，那这个报恩的心呢不是很难很多时候自然也就会有的报恩这三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知母念恩，这个通过知母和念恩，然后所有众生在我们的眼里就是变得很可爱就跟我们的这个最好的朋友或者是父母一样就是变得，如果修得好当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就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标准至少我们不太讨厌任何一个人至少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愿意帮助所有的众生然后就是至少我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发自内心的就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也已经是很不错了这个其实这个不是很难我们先做比较简单的容易的，然后呢再希望这个做得更好一点那这个呢我想我们有可能半年的时间或者是再多一点的时间的话稍微认真一点这个是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我刚才后面讲的这个不太高的这个标准，这个应该是可以那做到这个的话，也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有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也可以发菩提心，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大家要努力。好，这个是第三，然后第四我们昨天也讲过了第四就是慈慈这个地方主要是什么？平时我们讲的慈和悲就是愿一切众生远离痛苦悲，然后慈是什么呢？愿一切众生拥有幸福就是愿一切众生离苦是悲心愿一切众生得乐就是慈平时就是这样子。但这个地方我们讲这个七种因果当中的这个慈呢，主要是通过前面的三个这个修法这个时候看任何一个人就是看得很顺眼然后就是每一个个都是可爱就是随时都可以对他们这个发慈悲心没有任何的障碍就是要达到这样子的比如说平时我们没有这么去修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对某些人就自然，比如说父母儿女自然就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这个自然就有有些人呢，我们去稍微思考一下稍微
努力一下，也可以有这个有这个想法。但有些人呢，就根本就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不能接受我们希望他这个他受痛苦就是平时对自己不好的，比如说仇人有抱怨的人平时都是这样子。但是现在通过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前面的这种3种修法，然后这种最后呢就平时看得非常不顺眼的这些人或者动物现在也就是没有那么讨厌看得很顺眼然后呢在心里呢也就是变得比较可爱。我们可爱的意思呢就是说随时都可以对他修慈悲心，而且修慈悲心的时候呢没有像之前这样子的心理障碍这个就是变得这叫做这个可爱，这个叫做慈这是第4。然后第五，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眼里，所有众生都这个显得很可爱顺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也就希望这些众生远离所有的痛苦，而且这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衷心的希望这些众生远离所有的这个痛苦这时候呢这种想法这种心愿就是比较强烈。第一个就是比较强烈第二个呢平时都是比较稳固随时都可以这么想最后修到最后的时候，比如说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主要道里面讲的一样，我们看到众生的时候，看到众生的时候呢，然后立即就有了这个看到的时候立即就可以产生这个慈悲心就是我们的意识是完全可以训练成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平时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或者是仇人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刻意的去生气自然就会生气的看到这个人就会生气的同样的最后这个修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呢看到众生的时候就自然就升起这个慈悲心就像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仇人的时候自然生气一样看到众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够升起这个慈悲心能够升起这个慈悲心。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我们讲的这个7个因果当中的7个因果当中的第5个7个因果当中的第5个就是第5个就是这个悲慈和悲第5个就是悲。那这个悲平时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我们说这5个是前后都是有因果关系都是因果。那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慈和悲呢，它不一定是有什么因果关系离苦和我们希望众生离苦和希望众生得乐这个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因和果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这个7个诀窍里面讲的这个慈和悲是有因果的关系因为前面的慈是什么就是看得顺眼每一个众生都觉得都是很可爱就是这样子。那么因为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呢，然后就很容易就希望一切众生离苦这些人都希望不要有这个痛苦。当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动物受苦的时候呢，我们立即就希望而且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当下就能够远离这些痛苦而且这个就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是很这个很
这种离苦这个心愿也就是很强大的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心愿这个愿望就是很强大的愿望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悲心就修成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对每一个众生都有这样子的悲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大悲心就修成功了所以以后我们不需要去问别人我有没有修好慈悲心呢，都不需要去问就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刚才讲首先我们这个大乘菩萨他的最高的标准确实是很难我们把所有众生都像我现在的母亲一模一样这不是刻意的去这么想，而且自然而然这个确实是有点难有点难，所以我们先做这个低标准的然后呢再希望达到高标准那低标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至少我们之前特别不喜欢的人比如说就是某一个人因为他过去对我怎么样，所以如果我有一天有机会帮助他有机会这个帮助，那我也不会帮助就是之前很多世俗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修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至少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抱怨没有这样子的抱怨。如果我有一天能够帮助他那么他也需要我的帮助这样子的话过去他对我怎么样的不好但是呢我现在不计较我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帮助他而且我非常的希望他也能够幸福快乐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也就远离这些所有的痛苦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低标准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基础就做好了。我想这个其实不是很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所以首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所有众生都要跟我们父母一样看，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呢这要做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难所以呢首先我们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一步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果认真一点的话都能够达到这个是很有希望的。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修这个菩提心的话，那是很有可能很容易的这是第5个了然后现在是第6个了第6个呢我们昨天也讲过增上一乐佛经就讲增上一乐。增上一乐就是增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慈悲心呢它再好也就是一种心愿这是一个心愿，这是一种愿望希望他们离苦，希望他们得了，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那现在增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得进一步的去思考我现在就是只是希望他们离苦得了，这个还不够希望他们离苦，希望他们得了还不够那我应该去让他们离苦得了，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要承担这个工作我要去做那有了这个决心那就叫做增上增上就跟前面的不一样有所进步提高了一个层次一个高度了所以增上一了。
那我们昨天讲了啊，这个增上义了，就是以我们现代人的语言讲的话，那就是我们下定决心，我要去利他啊。这个之前呢，没有下定决心我要利他，我只是希望他们离苦啊，希望他们得了，这样子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离苦，希望他们得了。但是现在啊，不仅仅是发愿，不仅仅是这个希望啊，而且有责任感啊，现在就有责任感啊，我应该去做。为什么呢？我有这个报恩的机会啊，有这个机会我就有这个机会，而这些众生啊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责任感啊。那前面啊只是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得了，但没有责任感啊，然后也没有使命感、责任感，这都没有，也没有决心，没有决定我要去利啊，我要去利他，这都是没有的。那现在啊，从这个心愿，从这个愿望啊，然后就上升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在就是要下定决心啊，我要去做啊离苦得乐的这个工作啊，我要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啊，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想啊，那怎么去做啊？怎么样去离苦得乐？这个具体的问题还没有去想，只是说我要去做啊，我要去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我们如果啊，这个慈和悲啊，尤其是大悲心啊，修的比较深入的时候呢，然后啊，自然而然我们的这个就会产生啊这种责任感啊，这种决心啊，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决心。因为这个时候的希望一切众生离苦的这种愿望啊，就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强大。这时候呢，自然就会有啊，那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会有的啊。这是第六啊，这个就是第六。然后最后一个呢也就是第七啊，第七就是菩提心啊，真实的这个菩提心，真实的菩提心。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只是下决心我要去帮助众生，我要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没有任何能力，那我怎么样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考虑会思考一下，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时候就需要智慧需要智慧的选择做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想我要用别的东西，比如说用神通或者是用世间的这些鬼神，他们也就具备的这种神通或者是某一种世俗的金钱、权力这些东西来帮助众生。如果是这个这种想法的话，那当然这个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金钱我们可以帮助人但是呢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烦恼生死的问题。然后呢权力也是权力也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做一个智慧的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佛这个时候我就要成佛如果我成佛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我可以这个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要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我要就是为了成佛而奋斗这个决心就这个时候就有了这个决心了最后就是有了这个决心，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菩提心就这个时候就
圆满了啊，圆满了。通过这个七种不同的这个思考思维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前进，最后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决心有这个决心我要成佛我一定要成佛。成佛就是为了度众生，为了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平时讲这个菩提心就是慈悲和智慧慈悲和智慧就是菩提心平时都这么讲。那么怎么样理解呢？首先第一个慈悲当然是这个很好理解了没有慈悲心的话，那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菩提心这个就很容易理解。那智慧智慧跟这个菩提心有什么关系呢？智慧平时要证悟空心，当然是要智慧的最终要成佛的话，当然也要智慧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做一个这样子的决心发一个这样子的心，那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选择成佛我们不知道这个成佛就是唯一的利他的最好的方法最彻底的这个利他的方法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智慧有了智慧，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然后我们最后就我要成佛那这种决心有些时候呢确实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我们没有修这些法有些时候也想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想我要帮助众生我要成佛，有些时候会有的但是呢，那这个想法这种想法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锻炼没有一步一步的去修，所以这个想法呢时有时无偶尔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但是呢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也许以后呢可能一辈子也再也不会有这种想法，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偶尔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想法，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有菩提心了，不需要修这么复杂的东西那这个是错误的想法，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去修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听课做功课，然后就是这个打坐这些都是对现在这么浮躁的现在的人来说都是一些挑战都是挑战，这个都是要有勇气才能够成功，因为这些过程都是比较这个枯燥所以呢大家都不太平时都不太喜欢，只是我们看到了最后的结果，所以一定要去也就去做。但是呢平时这些过程呢很多人也不一定很喜欢但是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这些虽然是枯燥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枯燥的过程，才有了最后的这个结果如果我们的这个没有这样子的枯燥的这个训练锻炼那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这个方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欲望的这个为了满足我们的现在的这种欲望然后就是所有的学佛的过程都是就是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设计那么这样子的话，这种方法在这种基础上设计出来的这个方法呢，然后都不一定有什么结果
不一定有什么结果。所以虽然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有一定的挑战性虽然这个就是比较枯燥，但是呢，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些结果的话，那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个锻炼才会有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比如说我们当一个优秀的体育运动员那么他们的这个锻炼的过程有多难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当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那这个过程，这个锻炼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都是通过了这些比较难的比较不太喜欢的、不太容易接受的这些锻炼的方式，最后大家都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成绩学佛也是一样我们这个听课然后就做功课，全部都用我们的这个浮躁的心就是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去设计的话那就是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挑战性没有挑战，最后我们也不能突破自己不能超越自己永远都是做一切，包括我们学佛修行，都是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现在的这种虚荣心现在的这种烦恼根据他的需求去设计那这个都是不会有任何的结果所以呢，这些过程呢有些时候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是有点难当我们必须要经历，必须要经过这样子的锻炼才能够达到最后的这个标准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想达到这么高的标准那当然我们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其他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不修大乘佛法也不修小乘佛法，暂时也就不想解脱就是为了追求人天的这个福报也就是我们人间的和天人的生活生活就是为了这个世俗的生活世俗的幸福和世俗的快乐就是为了得到这些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种比较轻松的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没有太多的挑战性的这样子的方法去修去做，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修，就是做一些善事平时也做一些善事，偶尔也可以打坐就可以的，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四加性五加性不需要这么多。那现在大家必须要明白，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在学佛佛教当中就是最珍贵的最真实的这路真实的路。所以要走这条路的话，那就可能需要一点功夫才能够走得好需要挑战需要挑战就是需要吃一点点的苦才能够有这个有结果如果是不想吃苦了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不走这条路，就是另外的路另外的路呢，当然这个结果就是达不到这样子的结果但是如果实在是不想面对这些枯燥的这些方法的话，那暂时也就可以走这样的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有很多的路都可以走当然这个机会难得，这一生有这么好的机会的话，那我们就是因为就怕这么一点点的挑战放弃了这个肯定是最大的遗憾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要这个修这个菩提道这个是最理想
最好的以后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很难讲啊。这一生有机会的时候，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要好好的修非常的重要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就修出来了这个菩提心标准是什么？刚才一个一个我们都讲过了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造假没有任何的这种假装也就是造作就是发自内心的诚心实意的为了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我要成佛有这个心那我们就是有了菩提心了，已经有了非常标准的菩提心那么其中比如说第一个我是想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但是我现在还不想付出什么我不想自己去做什么我只是希望他们那就不是菩提心不是菩提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成佛为了成佛我也可以付出我也可以下一些功夫但是这个不是为了一切众生就是为了我自己，那也就不是菩提心了这也就不是菩提心，是我们就是诚心实意想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也愿意做很多很多的功课但是这个成佛呢不是为了众生，就是为了我自己这个也就不是菩提心了那菩提心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诚心实意的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一半。另外一半的话，那不仅仅是心发愿愿望希望，而是我要去做我要去做什么呢？不是去做别的，就是要成佛就要成佛，成了佛以后就彻底的可以利益众生如果还没有成佛的话，比如说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世俗的方法去帮助人，当然也可以帮助人这个我们从来都不会否定，比如说用金钱用权力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世俗的方法去帮助人，当然是可以帮助人的，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了但是呢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我们用物质解决需要物质的人的这种困难那么他的温饱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问题解决了即使是一辈子他的全部的这个物质方面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满足他但是呢，那这样子以后是不是他的所有问题解决了？当然不是，还有更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更多的问题是他的精神上的问题除了物质以外的还有很多生活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更何况下一世再下一世所以这也不行然后如果有权利，用权力也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呢很多的菩萨他过去也就投生国王大臣有权力的人菩萨都是这样，这就是说明有权力的话也可以帮助众生的但是呢我们一般的这个世俗的权利通过这个权利可以帮助人，但是也不能帮助不能解决他的所有的这个困难，所有的问题，也不能满足他的所有的需求，这些都是这个不圆满的所以呢彻底的圆满的利益众生，那就是要成佛成了佛以后呢，然后因为成佛的话它就是永久的永恒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利益众生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成佛的话，那我们首先我们自己是没有保障没有把握。比如说我这一世可以帮助众生，但是我下一世有没有这样子的条件
啊？有没有这样子的环境？这个我自身都说不清楚了啊！我自己下意识是什么都没有把握，那么就更何况是利益众生啊！所以首先我们自己要有把握啊，要有把握，然后再去利益众生啊！这个是很客观、很现实、很符合事实的。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话啊，那我们只能暂时的去帮助一下众生啊。那帮助了众生以后呢，那就因为这个是有善报啊，我们可能也许下意识再下意识，可能也许在一段时间当中可以做得很好啊，但是呢，这毕竟就是这个有漏的世俗的世间的福报啊，毕竟就是有很多漏洞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没有把握，自己都没有保障，没有把握啊，这个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最完美的最圆满的，就是为了众生，先自己成佛，成佛了以后呢，彻底的可以帮助众生啊，这是最圆满、最完美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发这样子的愿啊，我们人啊，我们大家都是现在是凡夫，我们人不完美啊，我们人不圆满，但是呢，我们就是往这个圆满这个完美的方面往这个方面我们努力奋斗，目标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也是也不是完全做不到的这个通过我们的努力也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定的稍微低一点然后呢再逐步的就可以了就再重复一遍就是我们就是修了这个菩提心以后最后比如说我们虽然还没有把所有的众生跟自己的父母一模一样的看，这个难但是还没有做到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么高水平的这个高标准的平等这个没有做到。但是呢另外一个平等，比如说无论是这一世当中这个人是我平时是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喜欢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凡是人类，凡是生命，凡是众生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而且为了他们的离苦得乐我就愿意成佛我一定要成佛这个有了这样子的决心那么我们的菩提心就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我已经有了菩提心了虽然我还没有把所有众生做到像自己的父母一模一样但是呢，至少这一点我有这一点我就这个能已经达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菩提心就达到了，已经是很标准了那菩提心标准了以后呢，其余的我们可以这个逐步的去修这样子的话也可以那这个标准呢，其实也不是如果稍微用功的话也不是很难这也不是很难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如果我们努力的话，就也是可以的有些人呢，可能也许想这个我不需要努力，我现在就有现在我刚才讲了，也许有些时候会有的会有的，但是这个是完全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个就是因为没有这么一步一步的去训练没有一步一步的去锻炼偶尔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冒出来这当然是非常的好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这个就是经不起考验经不起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经不起我们的自私自利的考验如果有一天我们就是遇到个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放弃
其他人的利益，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的利益就是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就是经不起这个考验那我们至少我们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个修心锻炼这样的过来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呢，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把一切众生当作父母一模一样的看，这可能还要需要一段时间需要过程，但是我们这个为了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我一定要成佛的这种决心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动摇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动摇，这一点完全是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得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退转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把握的时候呢然后完全可以确定我们自己就是菩萨我们就是菩萨，我们已经进入了大乘这个佛教已经进入了大乘佛教，这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这个完全是超于我们念很多很多的咒平时做很多的善事捐很多的钱当了很长的义工当然这些他们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功德，这个我们不否定但是这些都没有一个是比菩提心更好的，因为菩提心呢它目前是一个基础但是这个基础给我们成佛的这个道路上给我们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铺垫所以有了这个铺垫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很成功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现暂时放下所有的其他的功课就是要专心的做这个功课，就是修菩提心如果菩提心我们成功了，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来说，成功一切都成功了如果是菩提心的修法这个上面失败了，那么等于我们全部都失败。在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在菩提心的这个修法上面失败了，那还有什么成功的吗？没有什么所以这是关键问题，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先暂时不做其他的这些功课当然比如说我们平时就是有发心就不间断的就是做的一些功课呢还可以继续做但是我们不考虑更多的其他的修法没有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修了很多法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下定决心修菩提心。那这个时候有3个问题大家记住，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生当中的这个修行是什么我们的心就是永恒的或者是常常想成佛想成佛这个就是想证悟菩提想证悟空心，想这个成佛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菩提心就是我们的内心就是常常经常想解脱就是想成佛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这个身体就尽量的去利益众生，做一些利益众生利他的事情我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身边开始做起，对我们的身边的人离我们最近的人开始做起，尽量的利他身体就是尽量做利他的事情心就是常常想成佛这2个，然后最后一切苦乐痛苦幸福都知道是像做梦一样的当然这个要求就比较高现在我们要做到标准是难，但是至少
知道，理论上知道啊，我们无论是任何的困难啊，任何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像梦啊，做梦一样，一切都会过去啊。然后世俗，在这个世俗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们得到的再多，比如说名利啊，这些金钱、权利民生等等，得到的再多，拥有的再多也就像一场梦一场梦。那这样子以后，这3个是我们的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个修心的精华这个是非常重要心常常想成佛身体尽量的做利他事。任何的这个个人的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苦乐都当做一场梦尽量的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行是没有任何的阻碍，任何东西都不会变成障碍这个是非常重要。这叫做大乘佛教的修心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如果这些做到了，那我们这一生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了我们因为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去为了这些付出奋斗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讲人生难得如果没有这些机会的话那这个人生也没有什么很难得的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记住这3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就讲到这里了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些具体的修法基本上就讲完了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大家可以在这个过去我们讲的这些视频也要全部听一听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呢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讲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具体的修法。好，这样子了，然后呢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提问题。顶礼上师，这是一个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成佛能让众生离苦得乐，那释迦牟尼佛出世，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众生没有离苦得乐？是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也没有放弃也在佛一直都在度众生众生那么多的众生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成佛，没有解脱，但是佛度化众生的事业也在进行当中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就现在有一些众生没有解脱这不等于佛没有度众生佛继续会度的。我们可能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初他就发愿了度一切众生以后呢，然后再自己成就，但是呢我们都没有度到了他，佛就自己圆寂了。那么这个就觉得有点佛还没有做到一些他这个但是当然不是了，佛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度众生所以只要众生存在，佛度众生的事业也就是存在。释迦牟尼佛以佛陀的这种方式度众生的这个阶段就过去了，但是呢佛用其他的方式来度众生所以佛一直都在度众生。好，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我相信有轮回，能接受和我接触过的人都有可能曾经是我的母亲，但是接受不了所有的生命都必定当过我的母亲，因为我读过的佛经上的故事并没有记载过一个自己没有见过没有接触过的生命过去世是自己的母亲。这个我怎么知道佛经上的讲的这些故事他没有见过呢？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这个智慧
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过去的都不记不得了。但是佛经上讲的这些，比如说过去佛经上讲了很多很多故事啊，这些故事是不是这些故事跟我们的前世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们没办法确定，也没办法否定了。也许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前世啊，都有可能了。这一个，另外一个呢，佛经上没有讲，这个又不代表什么，佛经上也不会讲那么多人每一个人的前世啊，这当然不可能啊。佛经上讲，这是一些个别的人的过去是什么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最后就发生了什么事啊、但当然不可能，佛经上就不可能讲所有人。比如说，我们70亿人口，每一个人的前世都有佛经上讲吗？当然不会讲了。这个问题就是有点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不是这样子，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吧，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是众生接触的是有限的，对呀。用一个有限的东西去衡量无限的东西，它就推广不了。他说这个意思。他自己的这个前世是有限的就可以了，这个其他众生无限也没关系啊。那个就是反正他看到的这些众生啊，他看到的他。我觉得他的认识的一个人也是他的母亲，他接受不了。啊，是现在接受不了，但是呢，这个要慢慢的修。还有一个是理论上。理论上这个是成立的，对，对。他还问，从逻辑上推理，因为轮回时间无穷长，所以说每个生命必定做过我的母亲。如果以这个逻辑，那么每个人也都做过我们的仇人，每个人都做过魔王波旬一样的人，每个人也都曾发过菩提心。如果菩提心不会消失，我们现在就不需要修了。如果发过的菩提心会消失，那为什么说有了菩提心，在轮回中就有了保险？没有，这个是不对的啊。如果说每个人都曾经发过菩提心呢，这个当然说不过去的。比如说每个人都变成了我们的仇人，这个是对的啊。每个人曾经是变成了我们的母亲，这也是对的，这两个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每个人曾经都发过了菩提心，这个不一定的，因为这个佛法。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大乘佛法，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然后我们也不一定啊，这么多众生曾经也不一定能够接触到，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确定啊。每一个人任何时候都遇到过大乘佛教，而且每一个人那个时候都发过菩提心，这个没办法确定的，所以这个。只能说啊，每一个众生有可能曾经是做过我们的仇人和亲人，这个是有可能了。但是如果说每一个人曾经都发过菩提心，这个不一定的。这现场的问题，佛子行里说远离恶友是佛子行，对于恶友远离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修慈悲喜舍呢？远离跟这个慈悲喜舍，这个佛子心，如果我们理解这个远离恶友，就是这些恶友，我们对他们不修慈悲心，对他们不发菩提心，如果我们这样子理解的话，这个佛子心的内容肯定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佛子心就是告诉我们，对这些恶太坏的那些人啊，那我们就对他们不要修菩提心，那这就不对，这就特别不公平了啊。那这个特别，因为邪恶的人啊，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啊，最需要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因为这个，比如说啊，平时他自己就懂得啊，这个行善啊，因果取舍各方面都做得好的，我们大家都公认是非常好的好人、善良的人。那这个呢，他本身做的也很不错了啊。那么大家公认的这些恶人啊，非常邪恶的啊，历史上就是出现过很多这样子。那这些，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发菩提心，远离他们。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远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对所有众生发菩提心，但是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呢，稍微要留一点啊距离啊，这个距离
就需要举例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平时我们平时不跟他来往，或者是不要频繁的来往，但是这个不等于我们不对他发菩提心这意思。发菩提心是发慈悲心，发菩提心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当我们自己的这个修心或者是我们不能帮助他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距离这样子就比较好，就这个意思呀。这个佛之心也是这个意思。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我的女儿因病去世了，因年龄原因，我也不可能再有孩子，我如何才能够从失去独子的痛苦里真正走出来了？我也是皈依弟子，每天闻思修，但是依然很痛苦。谢谢上师。是，这个是我想，比如说无常无常的这个修法是针对这些就是离别，这就是离别苦轮回的痛苦和这个私家性，可以这样讲私家性是最有帮助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私家性的这些不仅仅是理论上就是我们把私家性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话，那这个一定会对这种这个离别是生死离别的这种痛苦是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菩提心也有帮助，因为发了菩提心，比如说这个儿女也好，我们的父母也好很多我们特别舍不得的人都离开了，但是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个轮回比如说人死了以后什么都不存在，这种人生观的话，那么他们走了以后我们永远都见不到再也没有机会帮助他们但是这个佛教的这种人生观尤其是发菩提心的话，那他暂时是离别了但是我还一定会见到他然后呢我如果发菩提心的话，就不仅仅是见到他，而且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能够帮助到他一定能够帮助到他。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要一定要好好修一定要等到见到他的时候，我有能力去帮助他那我们世俗就是这样子，我们离开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但是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那我全部都忘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有可能去各种各样的手段去伤害他这就是世俗的这个生死离别就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方式暂时离开了，但我一定会见到他的。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有能力去帮助到他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发菩提心，好好这个修心那这些都有帮助这些帮助呢，实际上也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实际上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要想得开一点第一个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这样自然规律然后轮回这轮回当中呢，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这个我们也得要想得开一点，想得通一点然后光是想得开也不行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准备我到时候一定会见到他的，所以我一定要那个时候我一定要帮上忙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平时做功课的时候就回想他还有发愿我很快就能够再一次的能够见到他见到他的时候呢，然后我也能够希望我能够帮到他，这样子的发愿一定会发挥作用的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有帮助。好，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网络问题，顶礼上师，众生能够度尽吗？如果度不尽，那贤劫千佛都出世以后，剩下的众生不是没有指望了？还有他想问，金刚萨埵要灌顶才能修，那么不灌顶修算是道法吗？首先金刚萨埵这个无家心里面的金刚萨埵的修法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密法的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所以这个是要灌顶的所以要灌顶。如果是
这种修法不关丁修的话，那就是不是很好的那没有关丁的时候呢，也有金刚萨埵，比如说像法王如意宝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那么不关丁也是可以修的金刚萨埵也有这样子的修法。那修这种金刚萨埵修法，这不叫道法这个是可以的。这是另外一个终生终生是无量无边就可以这么讲，没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个不能说这个世界，不能说这个3000大千世界，或者更不能说这个地球不能说这个天下没有生一个众生全部都读完了没有这样子的一天。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前阶佛现阶的前佛1000尊佛来度众生，还没有读完的剩下的当然有其他的佛来度这个现阶1000尊佛，这个就是在轮回当中就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这个过去了以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和空间它是无边的无边的无尽的，所以呢没有读不完的。但是呢读不完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呢那读不完，但是呢能读一个就算一个菩萨法这个佛菩萨的心愿都是这样子，他们的法缘是要度一切众生但是这是法缘，实际上是读不完的。那实际上是能读多少就读多少能读一个就算一个这样子当然我们比如说这个地球上的70亿人口可不可以读完呢？那当然是完全是没问题了，这个就很小很小的数字了。然后这个地球上的不说人类，就所有的这个包括动物还有所有的生命能不能读完了？当然没有问题了。这个地球这么小一个地方，这个完全是没问题了还有比如说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宇宙今天比如说这个宇宙能够看到的这个宇宙，天文学天文望远镜看到的宇宙，还有就是佛在佛经当中讲的这个3000大千世界当中的所有众生能不能读完呢？当然是可以读完。凡是我们就是能够想出来的这个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的这个众生，完全是可以读完的。但是因为无量和无尽的意识呢，就是我们想也想不出来，说也说不出来所以这个是没办法读完的所以这个是要这样子理解佛菩萨包括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不能说我能读多少就读多少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要说我一定要度所有众生所有众生实际上这个所有这2个字，我们自己能够想出来的这个所有呢，实际上也就是在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个里面的所有众生就叫全部要读完。比如说我们今天就一个房间里面呢有100个人的话，平时这个也叫所有人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呢会说所有人到了吗？大家都会说所有人到了但这个就是100个人呢，还有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所有人不是说是70亿人口这个该得到的人到了就叫做所有人所以我们平时说我要读所有人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分人而已。凡是我们能够说出来能够表达的能够想出来的这个范围，我们以为是再大，实际上就是一个有限的这个空间和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说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要说我要度一切所有这样子的众生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的话，这个不是全部众生度完了就只能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度那这个就是如果是这样子一个人全部读完的话，那就只有一个佛读完了以后，其他所有佛都会失业的好，我们大家最后一起回想说能得一他们这怎八年多年你别着能办学这个能去往龙这吧
知病作灵周啊周若修，我们阿吽班赞格热巴玛瑟的吽，我们阿吽班赞格热巴玛瑟的吽，我们阿吽班赞格热巴玛瑟